饭碗岂不是不保所以我说不，今天谁也别想睡。接下来呢，我就梦到哪句说哪句，也不说什么反思总结了。我觉得我就是满分。好甜。刚说哪啊？我觉得我就是满分助眠皇帝，完全就是天生的咕噜果皇帝。说到皇帝，我上一次不是戴了一个玉皇大帝的小帽子吗？我想把这种古风的 cosplay 系列搞下去。最近有在找孙悟空的衣服，做一个系列出来，感觉很好玩。今天的美甲。首先，恭喜咕噜果有6163加5181加1880加168减1等于13391个字名啦！耶！这个减1减去的是我的抖音小号，这个平台关注度太少了，我给自己一点人气。就这样反复用自己的小号欣赏自己的视频500遍，500遍。这个假发很容易被这个指甲带走。那么这13391个小宝宝，感谢你的到来，谢谢你加入咕噜果，让咕噜果变得温馨、有趣、温暖、放松、和睦、好睡。谢谢你。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烧开水，烧开水，我怎么才能加入咕噜果呀？很简单，只要你闭上眼睛，就自动入机了。试试看吧。有没有人发现，把眼睛闭上会很舒服？其实这个13391这个数字，在偌大的互联网来说呢，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在这里呢，我也想读一下我之前还没有这么多粉丝订阅者的时候写的一个小作文里的片段。畏惧煽情的小宝宝可以直接跳过，我小号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也会跳过的，有点害羞。
个鼓励、支持和夸赞，都是一个善良、热情、真诚、可爱的人无私送给我的温暖礼物。流量让10个、100个、1000个，甚至10万个赞都显得平平无奇。短视频平台每一天打开都是新的100万赞视频。笼统的数字弱化了个体的分量，要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一想到成千上万的人在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地区，甚至跨时空，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与过去某一刻的我产生交集，这一切都太美好了。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这复杂丰富的心情，我只能简单的用幸福、开心、激动这样的词来表达我的真心。很感激能够让我体验到这些心情的一切，这是我做其他事情无法体会的。我喜欢这种与我有关的存在感。我会继续用心制作视频，作为我收到你们温暖礼物的回礼。OK， 读完了，进入下一趴。汇报一下咕噜国的国库情况吧。上一个星期，就是在5月1号放假之前，我收到了一个商务邮件，这也是我这一整个月收到的唯一一封商务邮件。我可激动了，我就在想，我们咕噜国做大做强，指日可待。结果是对方身上痒，我就想着身上痒你就去洗澡，再不行就拿钢丝球搓一下。说不定我们可以出一期如何正确洗澡的科普 ASMR。说到科普，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和小宝宝们分享一下我对我自己 ASMR 视频创作的一些小想法吧，可以吗？首先，我先在这里郑重的向大家自白，我是有很认真的对待这个 ASMR 账号的，想要让它变得很长久。因为我觉得 ASMR 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去发一些长视频，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我没有办法像短视频博主那样在一个视频的前3秒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说出一些很精炼概括性的词语。我很爱说长难句、从句、套从句，思维方式也很跳跃，梦到哪里说到哪里的感觉。所以我也不能像比较有深度的播客那样说一些太正经的东西。我只是想要放松和放空，并且再传播一点善意。当然，我收到的善意远远多于我传递出去的善意。
我之前也参与过一些残联组织的活动，我越了解，我就越觉得我们对残疾残障人士的尊重和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各方各面来讲吧，所以我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也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什么。我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创意，所以我的公益 ASMR 系列的第一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科普。我的公益系列的所有视频的收益都会捐出去。虽然我现在的收益只有1-2块钱，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态度。等我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收益，我也会捐款更多的。如果有小宝宝有更多的活动，或者说更好的形式愿意分享的话，我很谢谢你告诉我。除了公益项的视频，我也会让我的其他视频做更多的创新，想要做得更有趣一点，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的账号数据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样才可以接到健康卫生的商务合作，有更多的收益才可以有更好的产出嘛，都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会自己提升自己的，不会懈怠。接下来从这一周开始，我会每周至少更新2个视频，每个月至少更新1个公益性质的视频，这都是至少的。以上就是烧开水支援的述职报告。小宝宝总管，请给我打分，请问我是你的最佳员工吗？小宝宝，接下来的日子就让我们每周都见面吧，周周见。这期视频基本上是一个纯情语的聊天像视频，出发音比较少。下一期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景主